还有那儿，那儿也有。老五，这方圆10丈之内，我都布满了地雷。难道你真要这么做？如果我真的败在他手里，此地就是我和他的葬身之地。老夫人请用茶。愿郎您。老夫人是包拯尊长，亲奉茶水，自是理所当然。20年来，让老身总算有了依靠。可惜我双目失明，无法亲眼目睹你的容貌，终其一生只能凭空臆测。老夫人请宽心，老夫人失明的原因，学生已然明了，或许能找出方法，让老夫人尽快复明。哦，有可能吗？有可能。据学生所知，的确有类似的患者，在经过诊治调养之后得以痊愈。果真如此，公孙先生，老夫人，请务必帮助老身，眼睛复明。老身还想在有生之年，看看许多人、许多事，尤其是想看到那些陷害我的奸人，得到应有的报应。老夫人，你的演技最忌讳的就是动气，也不宜伤心激动。还请老夫人多多保重，以便于学生为老夫人诊治。医者之言，不能不听，老身遵命就是。学生不敢。旅途劳顿，老夫人多事休息，稍后仍要赶路吗？好，你们去忙吧，别招呼我了。是。你们4个在此，随时听候老夫人差遣。是。大人返京之后，打算如何着手？公孙先生估计，太妃娘娘所言之事，真假如何？学生以为90%是真。不错，本府也如此认为。不过，太妃娘娘所言之事，除却亲身经历之外，其他全都来自陈琳。大人对陈总管又知道多少呢？陈琳随侍皇上多年，甚至可以说，皇上在宫中是由陈琳一手带大。故而，皇上尊封陈琳亚父称号。既然如此，皇上登基之后，陈琳为何没有向皇上陈述当年的往事呢？这一点本府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过皇上登基不久，陈琳就告老还乡，想必他自有道理。大人，学生以为，若想查明当年往事，恐怕还得从陈琳身上着手才是。不错，太后与郭槐
乃是太妃娘娘口中的奸人私党，想必不会自成罪行。回京之后，本府立刻查明那陈琳的退隐之处，也好寻他问明真相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人是关键的。八王爷。大人与八王爷私交甚笃，大人何不直接请教于八王爷呢？不行，此案牵连太广，轻则朝野震惊，重则动摇国本。本府必须先以言语试探，再伺机查询。大人顾虑甚是。这些事也的确是多事之秋。大人陈州督镇砸了庞玉，白玉堂却同时夜闯进宫，盗配流书。如今，大人更是在无意之间查得一桩惊天动地的陈年旧案。接下来只怕往后，大人要更加劳心劳力了。既识君路，忠君之事，本府理当尽力而为。只是展护卫只身独闯陷空岛，究竟能否追回玉佩，却让本府颇为挂记。学生相信，展护卫绝不会有负大人所托。但愿如此。展大侠果然名不虚传，不过卢某武帝在我兄弟之中武功最高，展大侠却未必能够轻易过关呢。锦毛鼠白玉堂武功精湛，名震江湖。詹某无心与白五爷较量，若白五爷肯赐回玉佩，詹某宁敢忤内。展昭，我入宫盗佩，为的就是你。你既然来了，这场比斗就免不了。詹某与白五爷并无过节，白五爷又何必苦苦相逼呢？毛鼠乃是天敌，展大侠又何必明知故问？玉猫二字是皇上所封，詹某无意对吴蜀不敬。江湖朋友却不这么认为。那好，詹某承诺，从此以后永不用玉猫二字。却堵不住江湖上悠悠之口。詹某已经退让至此，那白兄言下之意又该如何呢？你我分出高下，定出胜负，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法。武帝，大哥，事关吴蜀名声，莫再相劝。既然如此，詹某就向白五爷讨教一番。比武切磋，点到为止。大哥，刀剑无眼，江湖中人又岂会在乎？不过，先请几位哥哥退出10丈之外，因为妨碍展大侠施展。
展昭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白兄意所何说？为何剑不出鞘？你是存心看不起我白玉堂？白兄，既是切磋比试，又何须兵刃相见？不是切磋比试，而是为了名誉而战。如果你不肯放手一搏，休怨我毁去玉佩，交不了差。大得罪人。干得好！这下有热闹看了，我也想看看究竟谁比谁强。展昭似乎未尽全力呀、看这形势有点怪。南侠展昭也不过如此。白五爷果然高明，展昭佩服。如今江湖上人总该知道，皇上封的御猫，毕竟还是比不上陷空岛吴蜀。老五，这下可给我们兄弟扬眉吐气了。战大侠，武帝是侥幸获胜。不，武帝败了。三哥，你这话怎么说？他长剑已断，若不算败，难道真要他血溅当场？不错，三弟，你把话说清楚。大哥，请看，这是竹剑。展昭，各位，请听展昭一句肺腑之言。詹某原本无意与吴蜀为敌，更无伤人之心，故而只能以竹剑明志，还请诸位包涵。武帝，展昭，白兄，同是武林中人，江湖同道。詹某对吴蜀兄弟侠义之风，常有惺惺相惜之感，还请白兄撇去成见，赐还玉佩。武帝，大哥不必多说了。二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老五，你赢了。不，啊，我输了。不过，不是输在技不如人，而是输在气度。南侠之所以称为侠，我白玉堂今天总算见到。白玉堂输得无话可说。玉佩奉还。吴蜀势力莽撞之处，还望展大侠不要怪罪啊！吴蜀兄弟信守然诺，展某佩服。惭愧，为了这个虚名，险些断送了吴蜀的声誉。这武帝之错，也就是我五兄弟之错，还请展大侠回京转禀包大人。如果朝廷要追究刑责，吴蜀绝不会逃避，随时接受包大人的惩处。罗庄主，请放心，玉佩是由白五爷主动奉还，展某答应庄主，绝不会将他缉捕归案。
什么不见白五爷？老五虽然输了，可是面子上挂不住，想必是躲起来了。五弟啊，幸亏是认输了，否则这雷一响啊，可就糟了。在韩二哥的火药地雷阵前，恐怕展某也难以幸免。哎，不，展昭，别再提了，这事儿本来就不光彩，如果要再提的话，我也得找地方躲起来了。展大侠，难得来我献空岛，何不在此盘桓几日再走啊？不，皇上现夕追回玉佩，想必包大人此刻是心急如焚。詹某必须马上启程回京，他日有空，再登门拜谢。那好，那我们兄弟就不留展大侠了。司隶啊，在，你亲自送展大侠过湖。好，没问题。不敢有劳蒋四哥。放心，这次我不会把船拆了。告辞。告辞。请。这展昭果然是个英雄豪杰呀！哎，二哥，五弟要是没认输，你真眼抱着地雷？这个嘛，哎，我可是告诫过你，不准用这地雷啊！啊，哎呀，我就实话跟你们说了吧，反正五弟也不在这儿，我埋的呀，那根本就是空地雷，它没装炸药啊！他日有空，詹某必定登门拜访。好，如果有需要，随时知会我们兄弟，我们会立刻赶到。献空岛无数，肝胆相照。詹某今天总算是见识了，蒋四哥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好一个羽毛展昭，在下心服口服。你且先行退下。是。娘娘，府衙内并无女眷，这厢房乃是为包拯嫂娘来京暂住所备，不周之处，还请娘娘见谅。无论是何处，都要比那破屋强多了。包青口中的嫂娘是何许人？怎么会有如此怪异的称呼？回娘娘，包拯自幼父母双亡，乃是长嫂带大，故而以嫂娘相称。哦，这倒颇不寻常。嫂娘至于包拯，虽无生育之恩，却有养育之情，故而包拯始终以人子之礼视之。包青能视长嫂以孝，的确是难能可贵。所谓百善孝为先，无怪乎能成为朝廷支柱，社稷栋梁啊。娘娘谬赞，包拯只是略尽本分而已。哀家可羡慕得很呐。娘娘请宽心，一旦全案查明，彻底平反之后，娘娘定可以与皇上重续天伦。然而在此之前，还请娘娘多加忍耐。哀家自知此案难办，所谓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。也罢，哀家一切静待包青安排吧。
是，包拯立刻招手。你奉旨陈州督镇返京，为何不进宫，面圣交旨呢？若非奉诏夜不入宫，乃是宫中的体制，包拯岂敢不遵？再者，惊扰圣驾总是不该。明日早朝之后再做禀奏，也还不迟。他可是个好皇帝。皇上年事虽轻，却老成持重，称得上是一位仁德之君。那就好。哀家20年前总算是和他见过一面，那时候他才7岁，不知现在长成什么模样。皇上英武威仪，与先皇颇为神似。是吗？哀家恐怕永远也无缘亲眼见到他了。娘娘请宽心，公孙先生博学多闻，医术精湛，包拯相信，他定能令娘娘双目复明。那就寄望于他了。大人，学生翻遍医书，搜尽枯肠，总算是不辱使命。哦，公孙先生可是已有医治之法？大人，老夫人抑郁终日，以泪洗面，双目血路受阻，挚爱难通。久而久之，经脉受损，导致失明。然而状似真盲，实则却是假盲。哦，何谓假盲？老夫人的失明只是暂时，而非永久。学生若是以金针过穴之术打通血脉，再佐以活血明经之药，滋补调养，学生确信当能痊愈。如此甚好。就劳公孙先生明日一早就开始为娘娘诊治。是，学生遵命。大人，王丞相来访。相爷怎会在此时前来？快请至花厅说话。是。相爷请。相爷，请坐。相爷营夜来访，可是有何急事？包大人，该着急的应该是你吧？你怎么反倒像没事人一般呢？相爷此话怎讲？皇上下旨，要你去陈州督镇，你怎么竟然把安乐侯庞玉给铡了呢？相爷，那庞玉克扣政粮，私吞政业，更假借赈灾之名，广征民工，营造私宰，强弱民女，成其私欲。数十万灾民非但未蒙朝廷恤灾之力，反遭欺压荼毒之害。包拯既然奉旨督政，若不扎他，岂非有亏职守，愧对皇上？老夫早该知道，当初皇上让包大人前去陈州督镇，那就注定了会要庞玉的性命。相爷，莫非相爷认为包拯处置失当，或是皇上指责包拯所为不该？不是，那倒不是，只是你好歹先禀奏过皇上，再办庞玉也不迟嘛。时势所逼，情非得已。若不当机立断将他处死，非但民愤难消，民怨难平，一旦鸡民被逼沦为盗贼，
灾民被迫，皆为暴民，一场浩劫于焉而生。届时，朝廷威信荡然无存，又岂是皇上所乐见？老夫也知道，包大人言之有理，皇上也明白包大人所作无差。可是皇上毕竟要面对庞太师与庞娘娘嘛，这父子连心，姐弟情深，皇上实在不堪其扰啊。若是如此，且让包拯面见太师与娘娘，或可为皇上分忧。不，千万不可！皇上就是担心包大人与他们碰上，所以才要老夫半夜赶来知会你。皇上已经下旨，要庞太师陪着庞娘娘前往陈州，为那庞玉料理后事，并且要老夫转告包大人，明日早朝之后前往御书房面圣。可是，不准再提那庞玉的事了。是，包拯遵旨便是。还有，贼人夜闯进宫盗佩一案，皇上势必要追问，所以老夫特来提醒包大人，要预做准备。那块玉佩对皇上至为重要，无论如何都得追回来，否则此事，恐怕是难以善了啊。多谢相爷提醒。还有一件事，相爷，看来包拯替相爷的确惹了不少麻烦呐。老夫要提的不是公事。哦，相爷请讲。听说包大人从陈州带回来一位亲眷。相爷何以得知？包大人一向公而忘私，夫人家小均在泸州老家，从未进京。这回从陈州带回一位亲眷，反倒轰动了京城啊！相爷取笑了，那是包拯一位失散多年的远房亲眷。哦，失散多年，得以重聚，倒也难得呀。相爷，这位老夫人不幸双目失明，大人将她带回京城，是要学生为老夫人治疗。哦，那能治得好吗？学生尽力一试。好，既是包大人的亲眷，不妨前来相府走动走动。老夫那位夫人呐，可是出了名的好客呀。是，多谢相爷抬爱。包拯日后定当安排。好，皇上交代的话，老夫都带到了。老夫想说的话，也已经说完了。包大人连日奔波，想必累了，老夫不多打扰，就此告辞。包拯恭送相爷。不，你知道，老夫最怕麻烦人了。是，包拯遵命，相爷好走啊。想不到，老夫人进府的事居然传了出去。不碍事。公孙先生应对得体，应该不会弃人以斗。展护卫尚未回来，明日大人面圣之时，打算如何向皇上禀奏啊？实话实说。展护卫有把握把玉佩追回？回皇上，臣确信展护卫必能不负所托。那夜闯进宫盗佩流书的究竟是什么人？据展护卫指称，此人来自江湖，人称锦毛鼠白玉堂。只因皇上赐封展护卫玉猫称号，
心生不服，故而入宫盗宝，意在逼斩护卫出面，而并无不利于皇上之心。哈，朕自诩无愧对于臣民百姓，倒也无惧。倘若惊吓到太后，岂非陷朕于不孝？你执掌开封，却让人闯入进宫，朕要听听你怎么说。回皇上，那白玉堂武艺超群，宫中卫士恐怕皆非其敌手，遭他闯入，是因力有未逮。然而，包拯也难脱失职之嫌，请皇上下旨降罪，臣绝无怨言。皇上，案发之时，包大人与斩护卫均不在京师，所谓鞭长莫及，还请皇上不罪免罚。行了，这点道理朕岂会不明白？只是那白玉堂入宫盗佩，是因为朕封展昭御猫之故，乍听起来怎么像是朕的过错了？臣惶恐，臣绝无此意，请皇上慎查。朕不是怪罪于你，只是不满那白玉堂。好了，一旦将他擒获，立刻把他带进宫来。朕倒要看看他是何方神圣，竟然偷到朕的身上来。臣遵旨。对了，府上那位亲眷，眼疾治得如何了？包大人休怪老夫，你携眷返京极不寻常，就连皇上都有所耳闻。皇上问起，老夫怎能不说啊？相爷，哎，的确不能怪王丞相，是朕主动提问的。皇上日理万机，操劳国事，包拯不敢因私务而惊动皇上。这就是包钦的不对。你乃是朕的肱骨之臣，朕表示关心，难道不对吗？臣不敢。哈，包大人，皇上是以仁孝治国，既然尊长有疾，子侄焉能不忧啊？包大人公务繁重，若是再为家务所累，岂不反倒让皇上心中不安了吗？包拯绝不会因私害公。行了，朕知道你一向公而忘私，既然朕已开口询问，难道包钦就不打算回话吗？臣不敢。那位老夫人正在府中由公孙先生整治，请皇上万勿挂心。好，公孙先生神医神术，想必能够治愈。若需要宫中御医协助，包钦尽管开口。谢皇上隆恩。照方抓药，细火慢煎，每日3副，饭后服用。是。公孙先生，老夫人，老身这对眼睛，你真的能治好吗？随老夫人，学生自信，有8、9分的把握。若果真如此，公孙先生真不愧是老身的再造恩人。学生不敢。不过，有一件事情，务必要请老夫人全力配合。验医治病，当遵医嘱，此乃天经地义之事，请公孙先生明讲。是。老夫人的眼疾，非一朝一夕所致，实乃因思念亲人，过度忧伤。如今学生是以金针过血之术，在所以明目活醒之样，只要安心调养，当可痊愈。不过在此期间，千万不可焦虑激动，否则恐会前功尽弃。这一点，尚请老夫人要多加克制。好，公孙先生的嘱咐，老身会牢记在心。多谢老夫人。公孙先生所言是真，亦或是
只为了安抚老夫人。大人，两者皆有。学生担心，大人追查此案之时，老夫人会饱受刺激，一旦过于激动，非但对病情不利，甚至有碍于大人查案，故而先期诱导，防患于未然。公孙先生果然顾虑周到。大人谬赞，但不知大人打算由何处查起？南清宫八王爷府。包大人若再不回来，本王可就手痒难耐了。故而陈州事了，包拯就立刻赶回京来。哦，哼，没想到包大人也会口出狂语啊！不该呀！王爷怎知包拯所言不实？贼人夜闯进宫，盗佩流书，惊扰圣驾。包大人难道不是为了此事赶回来的吗？的确难逃王爷法眼，正是为此。追查的如何了？展护卫已前往追击，日内当可将玉佩追回。那就好。若是追不回玉佩，皇上势必耿耿于怀，睡不安枕了。圣驾遭到惊扰，皇上心中不悦，包拯犹能理解。为了一方玉佩，让皇上耿耿于怀，却让包拯不解。此佩对皇上来说意义非比寻常。包拯愿闻其详。那方玉佩原本是太宗皇帝生平最爱之物。先皇被立为太子之时，太宗皇帝便以此玉佩相赠。如此说来，那玉佩乃是先皇传于皇上的遗物。不，皇兄当年将此佩赐予了一位宠妃。但不知是哪位美人？是，往事已矣，人事全非，不提也罢。那么玉佩又怎会到了皇上手中呢？皇上7岁那年被选立为太子，进宫之日，偶遇这位皇娘，二人一见投缘，便以此佩相赠。自此，皇上终日随身佩戴，从不离身。此佩被盗，皇上自然难以释怀了。先皇遗物辗转重回皇上手中，也可称得上是冥冥之中自有天定了。这位皇娘对皇上期许甚深，而以仁孝2字相勉，这也是皇上立志以仁孝治国之因呢。难怪皇上对这玉佩如此在意。但不知那位皇娘如今又在何处？20年前便已因故身亡了。下棋，下棋，不说这些陈年往事了。是。大人可在府中？大人去了八王爷府。
公孙先生，公孙先生还在府中。展护卫辛苦了，可曾追回玉佩？信不辱命。太好了，如此一来，大人可以向皇上交代了。学生立刻通知大人。且慢，展昭有一事要和公孙先生商议。展护卫，请说。玉佩虽然追回，詹某却没有将白玉堂带回来。在大人回府之前，还请公孙先生帮忙想个对策。禀王爷，包大人侍卫求见。啊，让他进来。是。xin让王爷与大人下棋，请王爷恕罪。有什么事你就说吧。马汉，何事如此匆忙？回大人，展护卫回府了。王爷，展护卫回来了。想必是有结果了，包大人就回府看看吧。只是此局未了。哎，包大人总是先公后私的，这下棋是私事，包大人就请便吧。打搅了王爷的棋兴了。哎，棋日后可以再下，公事可不能不先办。包大人就别在意了。多谢王爷体恤，请。没想到，这块玉佩之中，竟然藏有如此多的纠葛。展护卫此行可还顺利？回大人，献空岛吴蜀不愧是侠义中人，比武较技虽在所难免，最后还是由白玉堂主动归还玉佩，并未多生枝节。主动归还。白玉堂入宫盗佩，旨在展昭，目的既已达到，自然不再刁难。那白玉堂如今又在何处？仍在献空岛。展护卫因何不将他一并带回归案？数自寻烦恼，天外有天比你高。大富贵比不上身体好，无忧无虑品尝心到老。看得透想得开，别爱计较，宽宏大量开口笑。多朋友要比多仇人好，让人一步世界大多了。真心好，久了总会被看到，不需要急着让别人知道。忠诚多，友谊才是宝，强国人情冷暖最明了。现在将谁傻瓜胭脂过早，人会好心有好报。人生有什么才不算少？
自己快乐满意就好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。